这期维修难度并不高，但故障倒是挺奇葩的，这也算是少见的经典案例之一了。当时我来到粉丝家，他说他热链浆出来的网线目前只有客厅能用，其他2个房间干脆用不了，所以让我过来看看能不能给他修好。我确定了他们客厅能正常使用后，就来到了他们房间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那你这个能用吗？这用不了，你看我从这面厅里面拽了一根网线过来的嘛，这个我拽了一根网线过来的。哦，你还拽这种扁平线的。啊，当时粉丝说这个网络面板一直都是用不了的，但他的电脑必须要插网线才行。在没办法情况下，就搞了一条扁平线从房间连接到客厅。今天让我过来的目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网络接口给恢复过来。在这之前，粉丝告诉我他房间里面还有一个接口，里面好像有条网线，于是我就把它拆出来看一看。拆出来后，我就看到了2条线，然后我就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哦，我大概明白了，那就是他之前他这里留在这里的，对，然后这条我说不行，让他给我改这边加一个，他只加了没连线，他只加了，对，他就这样，应该是了。我感觉这个他都没打，你信不？我打赌，刚才连拆了，我拆下过，是打了的，好像是打了，因为之前我老婆叫人来弄过一回之后，然后说这边不通，然后人家说搞不了，人家就走了。我猜是。有个头。你信不信？这条就是同江那里的。我感觉是今天你打开了，我就感觉我今天忽然开了。我们试一下吧。但是这水晶头打的，我网线从这走不是丑吗？就还用从这个盒里面的。来试一下。上面这条，这条是通到那个客厅的。因为我只要在这里把网线给接上，然后那边再重新打个水晶头，就可以搞定收工的时候。但是真的这么顺利的话，就不会有这期视频了。这里我已经用接线纸把2条线给接好了，但回屋房仔细看下，我当时接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就是相同的颜色接相同的颜色罢了。我2次检查没有问题后，我就把盖板给装了回去。像我们公司，你像我是，接着就重新把这个水晶头再重新打一遍。打完水晶头后，我又去了第2个房间，同样也是打上了水晶头。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。然后我回到热链浆，把水晶头也重新打了一遍，以为这样就完工了。但当时我拿旋键仪开始对线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灯跳得不对劲了。怎么跳得这么夸张？当时我又看了一眼水晶头，线是打对的，什么情况？应该是那边的问题了。那时候我是令头给打错了，于是又去另一边看一下情况。确实也没什么，那就是那盒子问题了。这边，对，那可能是这个牵到这边的，可能是看见没？不行了。就我的问题。既然2边水晶头都没有问题，那时候我就以为我接线给接错了，于是又再次拆开了这个盒子。但是我当时看了半天，也没有看到哪里接错啊。于是我就叫来了粉丝和我一起看。这条是绿吧？绿和绿对吧？对呀。然后这边是中和中对吧？对。那对呀。这边这个呢？对呀。中白和中。白和中，这边这个也是啊。对。我靠！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这个水晶头我也检查了半天，除了打得有点丑外，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水晶头给剪了，重新再打一个试试了。我重新打完水晶头后，又开始对线了。试一下吧，重新打了一遍，看一下。我靠！我操，还是在跳。这怎么玩？当时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我眼睛出了问题，
然后又拉来业主挨个对了下水银条的颜色。你看呢，第一个是白橙对吧？对啊。第二个是橙，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白吧？白什么？白绿还是白棕？第四个是蓝，第五个白蓝，对，然后第六个是绿，对吧？对，再往左边是白棕，是白啊？是全白呀。全白，然后再右边棕色，是对的，我靠，那边也是对的。我都怀疑是不是我设备出问题了。是对的。那就没问题啊。看，这是你的是吧？对。动态就行了。拿你的来试一下吧。去这里。当我用粉丝的寻线仪开始对线的时候，发现结果也是一样的。那时候就怀疑是不是网线出错了，于是我就开始担心了起来，主卧室的网线是不是和这个书房一样的情况？然后我就改测主卧室的网线了。这样没完没了了，先测卧室的吧。我希望卧室的能正常。我靠，还这么玩的。测一下卧室的。没有，是这边 OK， 不代表那边 OK，以那边为主。这个是发信号的。对，那个发送信号，那个是一直正常。如果这边也不正常，那就真的炸了。有这么玩的吗？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这个好在是正常的。那就是那个。好消息是，主卧室的线是正常的，所以我那时候优先搞定主卧室。我把主卧室给装完后，我再回来测这条线。这条网线亮灯的顺序为1、2、7、4、5、6、3、8。我根据这张表对比就知道了，是3号和7号两个位置出现了错误。当时我解决的方法就是把这两个颜色给调换了下，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那时候我就很好奇，该不会真的有厂家把颜色给搞错了吧？但是仔细想了想，还是不太可能，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性，这种可能性我感觉会更高。大伙还记得这个中转盒吗？我其实怀疑从这边到那边的这一小节网线中间肯定被人家接过，还他喵的给你接错了。因为主卧没有出现这种问题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。希望是这么回事吧。如果真是厂家生产错误了，估计哪个施工方要哭了。好了，感谢大伙一路观看。这一期是姐姐粉丝家里面的网络问题，她的描述是网络很不稳定，一会断一会有的。我和她语音聊了一会后，让她拍设备给我看看。设备虽然拍了，但是通过几张图片，我也一时半会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这时候只能去他们家看看什么情况了。2 hours later， 来到了粉丝家，他们家还是挺讲究的，都装上了吸顶 AP。我们先听粉丝描述一下他目前的网络是什么情况。手机连也掉，有时候打游戏电脑直连的也掉。你电脑是插网线的是吧？插网线了。手机连接 WiFi 掉线还可以理解，但电脑插网线还掉线的话，就明显有问题了。于是我顺着电脑线一路看它是接到哪里的。电脑网线。后面我发现它是接在一个华为路由器上的。正当我要检查的时候，粉丝就和我说 WiFi 又断网了。这 WiFi 居然当着我的面断网，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。于是我让他打开电脑看一下电脑有没有网络。打开电脑后，发现电脑也是处于断网状态的。于是我查询了下路由器的后台地址，进入了后台，一看果然是断网状态。我看了下路由器的接入方式是 DHCP 获取的。我尝试重新连接网络试一下，发现等了半天还是连不上。既然网络连不上，那只能对这些线路下手了。
先从路由器开始，路由器上面的白色线是接到电脑上的，我顺着灰色线看看它是接到哪里的，结果是发现接到 TP 的交换机上的。看来这路由器的网络是由这个 TP 交换机提供的，这 TP 交换机的网络又是由光猫提供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华为路由器的灯又告诉了我它的网络又恢复了。我马上去看了下电脑，网络果然又自己好了。到这里我就已经知道他电脑经常断网的原因了，他的线路接得不太合理，经过太多层设备了。因为网络每经过一层设备，稳定性就会大大的降低。如果这个交换机里面的数据过大，可能就会导致你网络不稳定，又或者像刚才那路由器那样自身莫名其妙的断网了。你电脑又是接在上面的，肯定也会跟着没网。既然光猫可以直接上网，那电脑应该是直接接到光猫上，而不是经过交换机又要经过路由器，最终才到电脑上。像我这样电脑直接接到光猫上，就算路由器再断网，又或者这个交换机坏了，都不会直接影响电脑网络使用的。至于这交换机上面很多网线，我打算搞清楚下上面的线是干嘛的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收获。第一条刚才检查了，是连接到光猫上的，这是没问题的。第二条则是通向隔壁的热电箱的，我用设备测了下，是接到这个 AP 上的，这也没什么问题。至于第三条，则是接到了这个黑色设备上，这个设备是干嘛的，我一会儿再弄明白它。第四条是接到了刚才华为路由器上的，这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剩下的第5、第6条线也是进了热电箱，我测了下，也是接到了这些吸顶 AP 上的，那这些线路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至于这路由器经常断网，这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。目前除了每天手动重启解决外，其实还有2种方法解决。第一种就是进入路由器的后台，关闭它的 DHCP， 然后插烂口，但是这无疑增加了光猫的工作量，因为我发现他们家接入的网络设备还是挺多的，于是我就选择了第2种方法，就是把它 DHCP 接入方式改成静态接入了。第2种方式也会很大的缓解路由器的断网频率。至于这黑色设备，我进入了它后台，才发现它也是一个路由器，是负责一些智能家居的网络的。这里我也给它改成了静态接入，避免频繁性的断网，这是在不换设备的情况下能做到最大的优化了。但是我还是要把目前的情况和粉丝说一下。总的来说，你这边的网络环境的话，还是属于比较差的环境，也不算是太差，但是现在是在不换设备的情况下，给它做到最优嘛。如果还是断线的话，可能考虑要增加一些设备了。现在的话，它应该是不会断，按照我的经验的话，它应该不会，就算它断的话，也没之前那么频繁，应该是不会断了。但是你就是明天早上就是给这个设备重启一下，因为它有个限制，就是24小时会断一次，但是你可以改变它的时间。如果你早上8点或者早上9点、10点给它断一下，以后就8点、9点会断一下，这样的话就错开你的时间嘛，错开你的时间就行了。就这样和他交接了下，我就回去了。然后经过了10天，我再次问粉丝网络怎么样了，果然和我之前担心的一样。这时候小胡我只能给他推荐一些性能比较不错的设备，这事就给解决了。本期总评，他们家的网络之所以不稳定，是让性能比较差的光猫负责了整个网络，缺乏一个性能比较好的主路由器来负责整体网络。解决的方法就是增加一个好的路由器，把全部的工作量丢给他处理，那网络就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了，下一期是包租公网线带电大结局。